再一次啊，前手臂。我操！好的，我操，牛逼！去你娘的！哎呦，KO！他是日本人的克星，所有来华寻衅滋事的外国选手，统统被他揍得哭爹喊娘，惨叫连连。尤其是他对待日本选手，更是痛下杀手，能往死里揍就绝不会停手。如此凶残暴力的打法，也让全米粉丝冠以他日本克星绰号。就连中华虎杨建平对他都是赞不绝口，声称这才是中国搏击的未来希望。此人就是来自河南省的散打狠人王鹤松。王鹤松曾是10年前中国散打界最出类拔萃的选手之一，常年征战中国70公斤级的大大小小散打比赛，并且在2012年荣获北京市散打锦标赛冠军头衔。转战自由搏击之后的他，更是鲤鱼跳龙门，形成了质的飞跃。再加上王鹤松有着特别深厚的民族情结，故此每当他对战日本选手的时候，王鹤松总能爆发出超强进攻攻势，碾压暴揍对手。这足以说明王鹤松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日本克星。今天小编即将为大家带来王鹤松职业初期的成名之战，由中国选手王鹤松对战日本狮子武士藤冈裕平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王鹤松暴揍日本狂人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日本的自由搏击界呢，为了让空手道的这种技术变得更加实用、更加具有杀伤力，采用一些新的规则，比方说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藤冈裕平身为日本狮子武士，相当不简单，仅仅参加过8场比赛，就拿下了7胜6次 KO 的不俗战绩。这代表日本选手这家伙有着超高的 KO 率。王鹤松可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要因为盲目的经过遭受致命打击。全厉害啊，他腿也非常厉害，腿也很厉害。然后他们这些日本选手，我刚刚讲过，出门都一定要戴口罩啊，怕空气有毒。然后口罩拿下来呢，他们的鼻梁还会再夹一个呼吸器，特别的奇怪。哎呦，这个转身腿接边拳很好用的。对，但是我们的王鹤松，他是日本的克星，日本克星。他今年1月才在日本跑去日本 KO 的日本的选手秦始啊，希望今天呢，秦始是被他 KO 的，对，在日本 KO 掉了。今天呢，希望在中国的主场啊，也能 KO 掉，拿下这个王鹤松，对，再拿下这个藤冈，对，对，王鹤松拿下藤冈裕平，对。那去年底呢，他也跟荷兰的苏利南的好手马克皮克对决，打得不错，只是说被搂到扣分了，有点可惜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藤冈裕平好像技术发挥的，看上来以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信。王鹤松好强，后手拳了。我们来看王鹤松有着非常扎实的散打功底。对，王鹤松多次将日本选手击倒，信心十足，就连打出的进攻动作都是大开大合，不留余力。奈何简单的击倒读秒并不能打消日本选手的进攻欲望，还想如法炮制，用凶猛打法反击王鹤松。要知道，王鹤松的日本克星绰号可不是白来的，而是 KO 数十位日本悍将荣获的此等绰号。只要日本选手今天没有好好发挥，说不定只能走着进来，躺着出去。有效，再一次。藤冈的身高1.82米，王鹤松的身高的是1.80米。哇！这一记拳，王鹤松这个后手拳呢，用抡的特别有力啊。我一个转身边拳也不错。刚也用了一个转身边拳。这个时候双方开始僵持。再一次啊！这个华帝他刚用过。华帝的这个动作，你看被一个男选手用起来就有力量。继负。再来喽！王鹤松火力全开了，再加上好的打不住了，再来打不住了，抡拳的，再来，再次有机会。藤冈挺住了，但是有些被打懵了。是，这个时候他在恍惚，再来，果然同一个位置，现在机会来了，王鹤松不能犹豫，继续要逼上去打。现在藤冈尽管日本选手一直处于频繁进攻状态，但是在打法精湛的王鹤松面前占不到一丝便宜，反而是一旦日本选手有放松警惕的时刻，就会遭受王鹤松的刁钻拳腿攻击，这也导致日本选手只能不顾体力消耗的进行对峙。此时的王鹤松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只要机会合适，一定会打出致命一击 KO 日本选手。错，多少有些恍惚了，这是很好的机会啊。王鹤松呢，总觉得现在机会还不大，出手稍微的迟疑了一点。那也是方便的子弟兵啊！他们创新真的是多样化。你看这种迎击，啊，让田中是猝不及防。
踢腿，再击扫，击负以后，留出了空档以后，王鹤松并没有上前。对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王鹤松呢，执意了一下，就是个拳套那个空心部位打到对手身上，尽量用拳锋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王鹤松人狠话不多，直接用脚丫子猛踹对手面部。日本选手已经品尝到了王鹤松的侧踹腿法，也不甘心，甚至准备再次发起冲锋的号角。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的身体属实很抗揍。王鹤松的刁钻腿法，要是换一位选手，早该躺地上呼呼大睡。结果日本选手的战斗欲望甚至更强了，顶着伤害，依旧要对王鹤松进行内围打击。他这个摔还好办一些，关键那几拳打进去以后，真的让他有点发懵。我刚才说了，可以多摔啊！我们的全新时代擂台比较硬一点，再多摔几次啊。现在压力很大，藤冈裕平有点没办法了。我担心可能比赛很快就会要进入一个结果了。藤冈裕平啊，这个比赛完之后应该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，这个肋骨绝对会受伤的。王鹤松在等，对，王鹤松在等。那相较之下，就是藤冈裕平的拳跟腿的威力就还不够。打着打着，日本选手居然打出了火气，可能是王鹤松的拳腿力量实在太大了，打在日本选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没有一点好的地方。结果王鹤松还是赏给他一记半摔。日本选手已经多次被王鹤松给摔在地上，屁股早就摔开花了，有的只是日本选手死要面子，咬牙硬撑。但是比赛到现在为止呢，我觉得王鹤松呢还是在抓战机的这个把握的，再摔一次上还有点不够。这种摔是无谓的摔，只是消耗对方。那刚刚再说一次啊，他 KO 秦始的这个打肋骨的拳是直拳，用直拳打上去，不是今天这种抡的。直拳的穿透力会比较够一点啊，所以今天再试一下后手直拳打肋骨。也感觉上王鹤松打日本选手是毫不惧色，而且打的是酣畅淋漓，是得心应手。就是他有时候该出手，最后能解决战斗的关键的最后1公里的问题，他反而迟疑了。哇，击扫，非常漂亮的组合啊！一个非常迅速的前手平勾。再来一次，有了！这一拳打到他的这个左颊上。对，刚才这前手平勾有效的重击啊。好的，后脚的扫踢也是有效啊，非常好的转手，对，他 Q 了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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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叫诱敌深入啊！没想到没想到这个第2回合马上结束，日本选手还是跟个狗皮膏药，死死黏着王鹤松不放弃。王鹤松随即加强了自己出拳的力度，每一次出拳打在日本选手身上都要原地摇2下。这要是打在脑袋上，必定要出现脑震荡。果不其然，王鹤松瞅准时机，左右开弓，砸中了日本选手的下巴上。日本选手应声倒地。这一下，无论如何再打不了了。哎，第2场的 KO 可能出现了。哇，日本选手他竟然不顾一切了，懵懵的就站起来了，懵懵的就站起来了。没有了，要解决战斗，要解决战斗了。没有了。好，非得被 KO。王鹤松其实早在第2回合他就已经有机会了。哇，全场欢声雷动啊！王鹤松果然非常厉害，深谙这个日本选手目前的心理状态。他采用一个诱敌深入的办法，当藤冈裕平在他身后猛扑过去的时候，反身一个转身的边拳，重重的砸在了藤冈的脸上，对，导致他失去了战斗力。他也心服口服了，他也非常有骨气，立刻爬起来。藤冈还是多少粗了一些，技术上确实粗糙了一些。挡住膝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王鹤松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
大家认为王鹤松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